哎，小伙子，别拍了啊！那个拍了也别乱发啊！要是万一发到网上，让佛祖他老人家看见了，那肯定会怪罪我们的。嗨，没事，俗话不说了吗？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哎，不对呀，师弟。咋了？今天买这包华子，你看这味儿不对呀，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不能呀，老板说了，以慈悲为怀的。哎，拉力师兄，你干啥去？我去找装修公司算账去。装修的时候都给他们说好了，这寺院的屋顶上不用安避雷针，他非给我安不行啊！你说这佛祖还能劈自己人不成？五花肉咋卖的，老板？5块，5块一斤呢。那先给我来10块钱的。要2斤呢？啊，对。不是你一个和尚，你要猪肉干啥呀？啊，那我买了放生。你不怨我，我不怨你，我不吃你，他吃你。差不多了。这条还挺胖乎的。这个老板，把这条给我称一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为什么佛教和真正的佛法精神背道而驰。佛法的核心是佛陀在菩提树下的那一次顿悟。2500年前，一个印度王子舍弃宫殿，在菩提树下静思一夜，终于悟出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苦难源自于内心的迷茫和无明，而通向解脱的道路也藏在每个人的内心。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仿佛黑夜中的一道曙光，为后世指明了宝贵的出路。佛陀进入涅槃后，弟子们为了弘扬他的智慧，建立起宏大的佛教寺院系统。然而好景不长，僧团中很快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变化，派系林立，内斗不断，贪婪无知之徒冒充圣人，吸收香火供养。昔日简朴的僧女也在财富和权力的诱惑下堕落。曾几何时，佛教这艘渡人船成了藏污纳垢之地，让信徒们对那个苦思一夜的悟道者肃然起敬的初心渐渐冷却。古今中外都有着宗派林立、等级森严、腐化严重的佛教秩序。比如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寺院掌控大量土地，僧女沉迷娱乐，出现废佛运动。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僧尼人数激增，仅建康就有寺院3000余所，僧尼10万余人。许多寺院掌控了大量的土地、房产、田宅，部分咸阳的大寺院拥有数十万亩田地，有的住持每年税收就高达几百万钱，这已严重违背佛教的简朴精神。昔日静谧的伽蓝，如今金碧辉煌，却不再听得读诵之声。寺院们积累了数之不尽的田宅财富，僧尼们衣着华美，享受奢靡之极。他们不再念经打坐，整日参加宴乐，流连声色。曾几何时，简朴的僧坊变成了吟诗作赋、自办珍玩的文人圣地，而佛法的灯火也在这锦衣玉食中渐渐暗淡。看着墙壁上悬挂着的铭文名画，听着僧女们吟唱妙句，外界的人不禁感叹，佛法的精神已离这些寺庙远去。他们提起推倒佛像、焚烧经卷的念头，希望让陷入沉思的僧女重新面对佛法的本心。再有唐朝晚期，佛教兴盛，但也受皇权控制。唐武宗晚期实行会昌灭法，大规模毁坏佛寺，毁灭经典，迫害僧女，显示出皇权可以随时操纵佛教。寺院墙壁上巨大的佛像似乎在诉说着佛法的庄严与破裂。然而若仔细倾听，却会发现空气中回荡的是金戈铁马的杀气。皇权的手伸向了这些佛寺，皇帝的旨意高于一切，敢抗命者万死，一指圣旨便可将古刹毁为平地。那些曾经在经堂诵经打坐的僧人，现在要警惕地观察言行，生怕得罪皇权。许多高僧频繁进宫传授佛法，实则成为皇帝信任的政治工具。皇帝的恩赐似乎使寺院更加壮丽，其实也在无声地彰显统治者的神威。佛经翻译需要皇家支持，所传递的佛法已经深深地烙上权力的印记。曾几何时，西藏和宝瓶已换为权杖，简单的僧服也披上龙袍。然而真正的佛法离寺院已远去，
那个历尽艰辛觉悟之夜的印度苦行僧，又岂会想到他的教法成为权势的傀儡？而在日本的佛教中，镰仓时代以来，天台宗、真言宗等派系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宗派主义竞争势态，各宗派都想获得幕府的支持和优遇，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利益。这种宗派间的竞争和冲突加剧了佛教的内部的分裂，也为幕府打压和利用佛教提供了方便。幕府指定各大寺院的等级地位，如南禅寺和东大寺定为顶级寺院，加剧竞争。律中的等级森严，下级僧人要向上级僧人磕头请安，不得直呼法号。曾几何时，这些寺院中还回荡着梵呗之声，现在却充斥着斗争的浪涛。各宗派像海中惊涛骇浪般相互冲突，谁也不让谁。他们忘记了佛陀的是是非非的智慧，只想在寺院等级森严的体系中争取更高权势。权力的诱惑如同毒药，令本该清心寡欲的僧侣也变得利欲熏心。各派系为获得资源内斗成风，那些高僧频繁进出权门，渐渐丧失禅宗的本心。佛教被划分在不同区域，偏见与歧视也随之滋生。近代东南亚的泰国，佛教成为国教后，也受王权控制，无法真正的惠及民众。暹罗君主从吴哥时期开始大力扶持上部座佛教，并逐步制定佛教为国教体系。国王自称佛教的护法者，但却用刀剑威逼着僧团。出家人数、考试、任命全都由皇权来牵制。寺庙的香火钱财也需进贡皇室，以维持这层金光背后的腐朽。于是曾教导人们觉悟的僧侣变成了皇权机器上的螺丝钉，佛法只成了繁文缛节，人们仍在苦海中挣扎漂泊。当权力的长袍披在佛教身上时，真正的觉悟之道就离他远去。从佛陀的初转法轮到涅槃，佛法的核心在于指导我们如何觉悟和超脱，但佛教组织发展壮大后，逐渐背离了佛法的本质精神，确实出现了严重的世俗化和腐败问题。寺院掌控财富，僧侣享乐，政教不分，宗派竞争等现象都背离了佛法的本质。那么具体有哪些体现呢？一、组织化导致僵化。佛教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容易形成保守僵化的势力，抵制佛法继续进步。唐代禅宗出现临济、曹洞等宗派，形成以传承体系为基础的门派分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交流，如黄龙派禅师无法在曹洞门下弘法。明末清初，律宗认为佛制已定，凡事应遵循四分律，对佛教改革运动大加批评，反对妥协世俗，导致佛教界出现保守和激进对立。近代日本佛教界的教团体系形成后，保守势力制约了明治维新后的佛教现代化运动，如对鸠摩罗什的排斥。近代中国佛教研究偏重考证和义理，忽视佛法的人间性和普遍价值，未能积极回应社会变革。曾几何时，这些僧侣脚步坚实，手持智慧宝灯，在黑暗中引领迷途者，而如今他们却在自己筑起的高墙后，妄自尊大地守着岁月的尘埃。门派壁垒森严，守住体系比开启心智更重要。他们忘记了佛法海阔天空的博大精神，坚持着自认为不可改变的旧章老规。明辨是非的佛陀智慧在他们口中变成了死板教条，于是曾开启视野的禅法之风也慢慢关闭，曾能感召人心的律宗现在只剩空洞的礼仪。那些试图推开尘封的窗口，带来新风新法的人都受到冷眼相向。二、世俗化使佛法被曲解和利用。佛教为适应世俗需要，有时候会对佛法做出不恰当的解释和应用。唐代中叶，净土宗兴起，以善导大师为代表，强调念佛往生极乐西方世界。他编写《安乐集》，宣传对极乐世界的热切期盼，而不太关心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
善导的追随者也多是平民百姓，期待来生解脱，不求改变现生困境。唐朝统治者也支持净土宗，以转移民众对现实不满。于是，一时间路有横千而往生者百数。这种只求来生乐土的倾向，让人担心民众变得消极和麻木，失去现实改革的动力，不合乎佛法应关注人间的本意。黄沙漫天，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在这动荡的时代，人们急需心灵的寄托。于是，当悦耳的梵音响起，诵念阿弥陀佛即可往生极乐世界，许多疲惫的心灵便蜂拥而至，希望在诵经声中寻得平静。朝堂上也乐见百姓这样期盼来世，不再抱怨人间的苦难。渐渐的，繁华都市里处处弥漫着念佛之声，民众只想求一个好归宿。现实的改革变革，他们已无心再管。但这淡淡的念佛声是有惊人之举，他们会不会麻痹人心，让民众不再为现实真正的苦难而奋斗？佛陀的教诲难道不应该关怀人间，鼓励众生相互守望，共同努力？一时之间，朝野里响起了辩论之声，最终净土宗吸收了禅宗的智慧，才使教育日益丰富。这也警示我们，佛法要在适应世俗和发扬本意之间找到平衡，才能真正造福众生。3. 商业化令佛教流于形式。许多寺院的过度商业化运作违背佛法的真谛。个别知名寺院以佛教名义销售过高价位的入门券、佛像等商品和服务，与佛法精神不符。据媒体报道，浙江普陀山向游客收取高达数百元人民币的入山费，远高其他寺院。为游客带导烧香拜佛也要收费。这种价格昂贵的商业化运作被批评为与佛教慈悲为怀的理念格格不入。另据报道，一个长春的寺庙收取200元让游客拜佛，过程仅有数分钟。还有寺庙售出号称招财进宝的佛像，价格高达上万元。个别寺院存在违背佛教精神实质的高价商品服务，只会将佛法推向商业化和形式化。香烟絮摇的庙宇，红墙翠瓦的深色，游人如织，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但如果你细听，却会发现繁华背后隐藏着令人不安的喧嚣。钞票声、骰子声，佛法的意趣何在？数百元的门票只为一个匆匆的参拜，带导服务要价高昂，而内心的触动只是空洞的形式。号称招财进宝的佛像价值数万，却无法唤醒人心真正的财富。曾几何时，修行者只为悟道敲响寺门，如今信徒们捧着门票与香火钱，在喧嚣中穿行。拜佛不应成为昂贵的旅游项目，而应该是心灵的觉醒。我们无法阻止热闹，但可以守护内心的宁静。佛法不该流于喧嚣之中，而要回归清净本心。唯有亲近关照之人，方能听见佛法的真谛。人们拜叩虔诚，祷告声中却不再有救世的慈悲。曾几何时，寺庙只为传道解惑，而今却是商业运作的场所。我们不该怪罪前来的香客，而要审视追逐名利的心魔。佛法本不该售卖，而只属于心灵的领悟。即使佛法蔓延，烦扰纷生，只要我们保护内心那一盏明灯，佛法的精神就永不消逝。鸡鸣狗吠终难盖过真理的回音。4. 机构利益置于佛法之上。佛教机构和僧侣更加注重维护自身利益，而非佛法利益。历史上，一些寺院为争夺财产、信众、影响力等，相互攻讦诋毁，损害佛教形象。明代南京地区的寺院为争夺香火和信众，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其中以金山寺和报恩寺最为典型。金山寺借助著名的罗汉堂来吸引香客，报恩寺则依仗其中信禅师的影响力，两寺相互攻击诋毁。金山寺方面编写度蜀记，称报恩寺毒害佛法；报恩寺则编写破度集反击。
这场争夺香火的激烈斗争，导致2世僧人相互殴打，甚至出现伤亡，严重损害南京佛教的形象。金碧辉煌的寺庙供奉着各色祖师，但那些面目庄严的雕像，是否也在悲叹世俗的纷争？曾几何时，寺里只有朝夕的鸣钟和经书的翻动，现在传来的却是你争我夺的浪涛声。宗派之间相互攻讦，派系内斗不止，都为争那转瞬即逝的香火和利益。有人编撰虚假语录夸大自我，有人闭门自守不让流通，甚至不惜动手相向，只为证明自己的正统。诸佛的教诲在口舌斗争中变得面目全非。当晚钟敲响，我们不必追问外物得失，只需审视内心。否极泰来，方得中道。佛法的真谛不因诋毁就消失，也不因夸大就增加。修行者当持于平常心，方能明了真理。5. 外在形式掩盖内在精神。佛教过分强调外在规则、仪式、形象，而忽略内心修持。古代许多寺院兴建高大建筑，装饰华丽，但未以弘扬佛法为志业。你看这座寺院，殿堂高耸入云，画梁雕檐，一派富丽堂皇。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管理者的内心并不如外表般庄严。繁复的仪轨和法事填满了日程，程式化的念诵不绝于耳，而内心的淤泥却无人问津，任其日积月累。他们忙于维系外在的体面和威仪，在名利场中吞吐自如。可随着夜深人静，烦扰的内心却毫无慰藉。我们不应迷失在外在的光线中，修行不在声色表现，而在返回内心，点亮自心的明镜。即使当塑像倾倒，寺庙尽毁，道的流淌也要永不息止。6. 培养个人崇拜而非智慧。佛教往往产生个人崇拜现象，而非培养独立智慧。历史上许多信众盲目崇拜某位大师，不加分辨其言行。佛教提倡主张对一切法要加以理性分析和判断，不能盲目的相信或崇拜任何人。佛陀说过，汝自应努力，佛只能指路。盲目跟随他人是违背佛教精神的。根据佛教戒律，出家人是不可以接受信徒礼顶和献供的。若有大师接受信徒盲目崇拜，是违反了佛制。大师也只是普通人，也有可能错误。佛教讲缘起性空，一切法都是无常变化的，没有绝对不可动摇的权威。盲目崇拜大师本身就是一种对佛法的误解。真正的大师也不会要求信众盲目跟随和供养，他们的教导都是开示佛法真理，启发信徒的智慧，而不是建立个人崇拜。盲目崇拜某位大师，容易使我们看不清问题的本质，产生依赖心理。这与佛教提倡的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精神相违。佛教还提倡平等观，盲目崇拜大师会造成不平等的师徒关系。盲目跟随名师，影响信徒正确理解和实践佛法。这一历史问题需要引以为戒，避免重复出现。我们应当独立思考，按照佛法精神判断是非。佛教提倡信佛不信人，重点应该在佛法本身，而不是某个个人。过分神化某位祖师，将关注点转移到个人而不是佛法上，是有违佛教精神的。神化祖师容易导致个人崇拜，信众也可能产生依赖心理。个人崇拜也可能导致信众盲目捐资，以获得祖师的加持，为祖师积攒功德。个别组织可能以此来谋取经济利益。祖师神话还可能被个别寺院用来吸引香火或游客，以获得名利。这种行为商业化的佛教与佛法精神也不符。部分新兴宗派甚至宣称自己的创始人才是真正的活佛转世，以获取信众归属。这完全是在利用对祖师崇拜来控制信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佛法本身说话，不过分神化任何个人，
也不应利用信徒的盲目崇拜之心谋取任何利益。个别组织的这种做法应受到警惕和反思，需要引导信众回到佛法的正轨。佛教应当强调独立智慧，不应搞个人崇拜。8. 文字经典被误读。佛教经典有时难以准确理解佛陀本意。佛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同样的一段文本往往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理解和注释。历史上，一些注释家可能根据自己的学派立场或学识水平所限，在注释时过于强调文本的某一层面，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的解释。这些注释存在片面性和主观性的问题。佛陀的教诲犹如一部精彩绝伦的电影，电影导演费尽心思想在片中表达人生的深意，而我们这些观众，有的人专注情节，有的人琢磨主题，各个角度不同，各取所需。后来这个电影流传开来，有人写评论解读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评论家只看到片中一个角色或某个细节就滔滔不绝，有的评论家力不从心，对电影要表达的主旨毫无头绪。这就跟注释家们一样，有的注释太片面，有的注释难以看透佛陀的本意。其实佛陀的经文如同这部电影，意义非常丰富，我们不能只凭一个人的评论就认定只有这唯一的解释。同样，我们不能局限在某个注释家的观点上，又不要被一种解读局限。我们要保持独立思考，找出自己的感悟。也许经文某句话能触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领悟佛陀的智慧，这种顿悟比任何注释都宝贵。所以别被注释绊住脚步，让我们直接去聆听佛陀的教诲，找回他的本意。9. 修行方法机械化。佛教流于形式，不注重开悟。一些修行人只机械持诵，不求悟解。若只是为持诵而持诵，口中不断念叨，心中却没有参透经文的意义，无法获得悟解。重复经文也可能会产生厌倦情绪，影响持诵效果。并保持虔诚的心态，要认真体会经文内涵，融会贯通，联系实践，不断获得新的领悟。遇到疑惑之处，要义无反顾地追根究底，才能增加悟解。还要在导师指导下，确保持诵方法正确，利于启发悟智。最后，还需要把悟解应用于生活上，走上解脱之路。个别寺院只注重仪式形式，不讲究内心修持。寺院的根本宗旨应该是弘扬佛法，帮助众生获得内心解脱。如果只流于外在形式，则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有人盲目重复某种修行方法，不考虑实际效果。修行是为了获得内心解脱和觉悟，所以必须注重实际效果，不可墨守成规。如果长期重复某种修行方法，内心并未得到提升和进化，就必须反思其原因。有些修行者受传承的影响，拘泥于某种方法，这不利于其进步。不同时期和根器的人需要不同的方法，不能机械照搬。重复方法时需保持察觉之心，检查实际感受，不能身体力行而心不在焉。可以通过讨论交流，比较不同的方法的效果，采取最适合自己的。修行效果具有个体差异，要因材施教，不能生搬硬套，还需要老师的指导和检验，确保方法正确而且见效。也有人迷信某种法门，不加推敲。佛教提倡智慧和明辨，鼓励对任何法门保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盲目迷信某种法门，不加推敲和检验是不明智的。每种法门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适应对象，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广泛了解各种法门，听从智者指导，选择最适合自身的。在修行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清醒和自省，检视法门的效果。遇到问题要勇于提出质疑，与导师和有经验的前辈交流讨论，不可对某位大师或法门产生狂热式的崇拜和依赖。要用佛法的智慧分析法门的长处短处，明确其适用范围。修行过度商品化，使一些人流于表面形式。可以承认，确实需要一定资金支持佛教事业，
但需要制定规范来防止过度商业化。一些人或机构以过度商品化手段营销、包装佛教，将其变成消费品，则违背佛法本意。过度商品化会引导人追逐外在的仪式，而忽视内心修行的核心，还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配置，也容易导致名利心的增长。面对商品化，我们应该保持谨慎和明智，不随波逐流，重视佛法和佛典的本质教义，不被包装迷惑，用智慧判断如何正视和利用商品化手段。还有人将修行当消遣，不以开悟为目的。佛教强调修行的终极目的是开悟和解脱，不能仅仅当作消遣。这种态度表示没有理解修行的真谛，需要导师或有经验的前辈指正。修行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不能3分钟热度，要时刻警醒自己的心态，保持谦逊和虔诚之心。修行时遇到困难或无聊，也要忍耐，不能半途而废。要用正念观察自己的心路历程和转变，当心态趋于正轨，便可能引发突破，获得新的领悟。综上所述，修行必须以开悟为目标，不能以玩票心态对待。总而言之，佛教历来强调开悟为本，外在的形式、修行方法都必须服务于内心的觉醒与解脱。当代社会中修行机械化的问题时有发生，就违背了佛法的本质精神。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谨慎和自省，防止外在形式取代内在觉悟。寺院和导师也应该注重指导内心修持，唤醒内在智慧。唯有回归佛法的本源，才能避免流于表面的机械化。从古到今，佛教组织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世俗化的诱惑和腐败的问题。大量历史实例也很好地反映了这一规律。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佛教有自我净化和改革的力量。历史上不乏高僧大德力挽狂澜，使佛法之舟重新回到正轨。即使在佛教衰微的时期，依然有真正的修行人按照佛陀的教诲继续努力。在佛教发展历程中，也出现过许多杰出的高僧大德，他们以己立德，致力于佛教的复兴和进化。例如鸠摩罗什法师历尽艰难，将佛经翻译成中文，使佛法在中途广泛传播。印光法师以严谨的学风研习佛学，并倡导使佛法回归日常生活。明月上人将佛法介绍到西方世界，建立正信佛教交流的桥梁。正是这些佛教僧人的无私奉献，佛法之光才能越过国界和种族的障碍，惠泽众生。我们应当学习他们的奋发图强和大无畏精神，在当今世界继续弘扬佛法的正义和慈悲。因此，我们不应过分悲观，而应保持理性思考。佛教的发展是一种螺旋上升，需要历经蜕变。关键是佛教应该不断自我反省，借鉴历史，防止错误重演，增进自我进化的能力。面对问题，我们既不过于无动于衷，也不应一味批判否定。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见。